魏无羡站在云深不知处境外，犹豫了半天，是翻墙进去呢，还是正大光明的走大门呢？最后还是十分妥帖地选择了翻墙。起跳翻身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干脆利落。往净室走时，他顺手折了枝花收进怀里，抬起头远远地看见那座小筑黑漆漆的，屋里人显然已经熄了灯。魏无羡蹑手蹑脚地走进院子里，看见半开的窗户，心中一动，小心翼翼地挪过去，像只蚂蚱似的从窗口翻了进去，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。屏风之后，蓝忘机安然躺在榻上，已经睡熟了。魏无羡无声地松了口气，他带小辈们外出夜猎，已经离开3日了。原本报的是今日午间回来，却因镇子上正好办了什么热闹的活动，一时贪玩就多滞留了大半日。等他终于玩够了，匆匆赶回云深不知处时，都将近丑时了。魏无羡在榻边坐下来，一边蹬靴子一边想，蓝湛定是亥时就睡了，那明日他问起来，我就说我是亥时2刻回来的，横竖他睡着了也不知道。想着，魏无羡伸手去拉被子，刚摸到被角，一只手却忽然探出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啊！魏无羡吓得不轻，蓝忘机的声音立即传来：别怕，是我。魏无羡道：我知道是你，就是知道是你才吓了一跳啊，这么晚了竟然还不睡。蓝忘机松开他的手，慢慢地从榻上坐了起来，窗口投进几束月光，全落在他的身上，镀了一层温润的银白，神仙似的好看。可惜现在魏无羡可没心思去欣赏神仙了。只见蓝忘机短暂地沉默了片刻，接着便开始兴师问罪：怎么才回来？魏无羡嘿嘿笑了2声，坦白道：一时贪玩忘了时间，让韩光俊久等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蓝忘机重复着他的话：你的错。魏无羡真诚道：我的错。他从怀里摸出那枝花，别在蓝忘机中衣的衣襟处，笑嘻嘻的道：这不，特意给你带了礼物赔罪来了。蓝忘机低头看了看胸口的花，没说话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你生气了？蓝忘机道：没有。魏无羡扑哧一声乐了，他握住自己的腰带一扯，3两下把外衣脱了，穿着一件中衣便朝蓝忘机扑了过去，把他整个人都抱住了。蓝忘机身子坐得稳稳的，伸出胳膊回抱住他。魏无羡扬起脸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末了又恶作剧似的向他耳朵里吹了一口气，小声道：蓝湛，你等我回来是想做什么好事？蓝忘机道：没有。魏无羡闻若未闻，继续道：别生气了，咱们现在补上好不好？蓝忘机的回答是按住他的后脑，急切地吻了上去。衣襟上碍事的花枝被抽走，两个人紧紧抱着接了一个漫长的吻。魏无羡胸口紧紧贴着蓝忘机的，嘴唇更是与他一丝缝隙也无，舌尖交缠，吞咽着彼此的精液。半晌，蓝忘机才稍稍将他放开一点。魏无羡在这方面永远比蓝忘机差那么一些，对方还没显出什么异样，他便已经招架不住了，脑子里面晕乎乎的，感觉有什么从心底往头顶烧。他话音里透着几分得意：蓝湛，小别胜新婚啊。蓝忘机道：说着一只手便去扯他中衣的衣襟，是要把他剥个干净。魏无羡美滋滋的任他剥，刚想搂着他的脖子再亲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脸色一变，一下子把蓝忘机那只手握住了。蓝忘机抬起眼睛看过来，魏无羡唇边勾起一抹笑：别脱光呀，蓝湛，你不觉得偶尔穿着衣服做也别有一番风味？蓝忘机认真请教道：如何说？魏无羡便道：你想嘛，不脱衣服半遮半掩的，衣服下摆遮住了，便看不见我后面是个什么情况，然后你就想那边是如何咬着你的东西，如何啊，蓝湛？饶是相处的久了，承受能力有所见长，蓝忘机到底还是听不得他这样胡言乱语，警告似的在他臀上轻轻拍了一掌。魏无羡假意恼道：说好的不打，好啊，韩光俊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你居然蓝忘机没让他再继续说话，捏着他的下巴重新吻了上去。不过话虽如此，也许真被魏无羡的淫词浪语说得心动了。在扯掉他的裤子之后，蓝忘机果然没再去解那件仅剩的中衣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。蓝湛，从2024年8月起，本频道每月12日的短篇福利将放在冰箱中，
输入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听了。但影片只保留1个月，下个月12日就会换成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才不会失去免费试听的机会哟。啊，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放在本影片留言处，频道简介中也有。大家都成年了，自己动手找吧。蓝湛，我们继续啊。魏婴，你别说了。魏无羡失笑，他探出舌头舔弄那小巧的耳垂。蓝忘机余光瞥见了他的小动作，忍不住在他腰侧捏了一把，问道：在想什么？他只是轻轻一捏，不想魏无羡却啊的大叫了一声，反应过来后赶紧用手捂住了嘴。蓝忘机眉头一皱，敏锐的察觉似乎哪里有异，追问道：怎么了？魏无羡连连摇头：没事没事，你刚吓着我了，哈哈哈，没事儿，继续继续。他急着想转移蓝忘机的注意力，可他越是这副样子，蓝忘机越是觉得他隐瞒了什么事情。他不再多问，而是一声招呼也不打的在刚才捏过的地方又捏了一下。魏无羡哪曾想对方竟还会杀个回马枪，又没忍住嗯了一声，眉毛都微微拧起来，那绝不是耽于情欲时会发出的声音。蓝忘机当机立断，一把扯掉了魏无羡身上仅剩的那件中衣。魏无羡赶忙伸手去挡，被不由分说拉开手腕按到身后，腰侧一大片淤青顿时暴露在蓝忘机的视野中，看着格外刺眼。魏无羡抢着道：蓝湛，我错了。蓝忘机看了他好半晌，叹了口气，这才缓缓开口：怎么弄的？魏无羡把语气放得轻松无比：不是去夜猎吗？撞了一下就撞了一下而已，我都没什么感觉，谁知道竟然就青了一片。真的，只是看着吓人，其实一点都不疼的。蓝忘机伸手轻轻一按，果然又听到魏无羡嘶的一声。蓝忘机沉声道：还说不疼？魏无羡眨眨眼睛：就有一点点疼，一点点。蓝忘机摇摇头：我给你上药。魏无羡赶紧用腿夹紧了他的腰：别啊，正做着好事呢，别管了，我忍不了了。蓝湛，你快动，别停。蓝忘机一下子箍紧了怀里的人，目光沉沉的道：这可是你说的。魏无羡还没想明白对方话中有何深意，就见蓝忘机抱着他向榻边去，惊得他赶紧抱牢了蓝忘机的肩膀。蓝湛。蓝忘机嗯了声，动作却没停下，抱着他下了榻，站起身，一手托着他的臀，一步一步向屏风后走去，身体陡然悬空。魏无羡忙不迭的手脚并用的紧紧扒在他身上。蓝忘机从抽屉里拿了药，抱着他又回到了榻上，保持着深埋的姿势，打开药瓶，一脸肃然的要给他上药。魏无羡喘了半天缓过来些许，苦着脸道：不是吧蓝湛，你真要这个时候？冰凉的膏体接触到伤处的皮肤，魏无羡不禁打了一个激灵。蓝忘机用2指将药膏抹匀了，略使了点劲儿，轻轻揉按那片淤青。魏无羡有些不舒服地扭了扭身子。别动。蓝忘机按住他，柔声问：疼吗？魏无羡十分别扭的道：疼是不怎么疼，就是。魏无羡凑过来，神秘兮兮的一笑：你这样杵着不动，下面痒死了，快动一动，动一动。魏无羡趴在桶沿昏昏欲睡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事，浑身一个机灵。蓝湛，你都上完药了，还让我沐浴，岂不是白涂了？蓝忘机收起布巾，将他湿淋淋的从浴桶里抱出来，一边替他擦身子，一边道：无妨，一会儿再涂一遍。魏无羡坐在椅子上，困得东倒西歪。可我都要睡着了。蓝忘机摸了摸他的头发，低声道：那便先睡吧，晚安，魏婴。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，小兵感谢您。